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卡皮。上次说了皮神封神的8场战斗，那么这次就来聊一聊皮神最憋屈的6场战斗吧。但在此之前，我要先补充一下上期的内容。皮神还有一场封神战斗我没有说到，那就是在 BW 时，皮神因为受到了雷电云的影响，释放出了一个巨型的电球，其威力直接导致百慕的阴谋破碎。武藏和小次郎都直呼果然没有看错人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现在进入今天的正题。首先第一场对上艾比囊，在无印第29集的时候，小智第一次见到了格斗系神小辈艾比囊，于是便想要收服他。但这次小智却破天荒的想让皮神学习拳击，然后以拳击的方式战胜他，于是就有了接下来滑稽的一步。在最萌身高差面前，皮卡丘完全就无法近身。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，小智让皮卡丘使出了杀手锏火箭拳。这次艾比囊确实受伤了，但随之而来的就是对皮神的一顿暴揍。第二场对上喇叭牙，在关东联盟第4回合的比赛中，被小智逼入绝境的薰子派上最后一只神小辈喇叭牙，小智以为赢定了，然而妙蛙种子的惨败让小智敲响了警钟，于是立马派上皮神，然而皮神的电击完全无效，所以皮神只好象征性的使出了3角包的拳击功夫。然而这在柔道大师喇叭牙的面前，无非就是班门弄斧。最终皮神被一招脚后跟贴直接命中，失去了战斗能力。另外大家有没有觉得作为喇叭牙的训练家薰子有点小漂亮啊？第3场皮卡丘对战大舌头，在争夺娃娃节冠军的比赛上，小霞与武藏在最终环节对上了。小霞凭借皮神让武藏的神小辈接连败退，最后武藏就只剩下一只刚刚收服的大舌头。本来以为大舌头很好对付，没想到他的舌头自带麻醉剂效果，只要被他舔中立马就会丧失战斗能力，所以皮神就这样憋屈的输了。第4场输给波克比，首先说明波克比绝对不弱，如果是在正常的情况下输给他也没有什么好尴尬的，但是这一场战斗却着实让人想笑了。在争夺小巨鳄所有权的战斗中，为了应对皮神，小霞机智的派出了波克比，在绝技卖萌的攻势下，皮神吓得直接逃跑了。第5场输给丢丢糖球，照理说在一个新地方刚开始的时候，皮神理应单挑起众人，然而这次在挑战凯洛斯地区第1个道馆时，皮神竟然意外的输了。要知道丢丢糖球是虫系和水系的，在属性上皮神占绝对优势，而且丢丢糖球还不是这个道馆馆主的最强神小辈，所以皮神这次输掉着实让人感到有点意外啊。这不也因为皮神的这次不给力，小智第一次挑战凯洛斯地区的道馆就输了。最后一场输给5级的腾腾蛇，这场战斗相信很多人都已经猜到了。在 BW 开篇中，皮神输给一只5级的腾腾蛇，绝对震惊到了不少人。再算是因为受到了杰克罗姆的影响，不能使出电击绝招，那也不至于输啊。电光一闪，铁尾哪一招不能直接秒到5级的腾腾蛇？有些人可能还是要说，就是因为皮卡丘不能放电，所以才输的。那么与修弟的第2场对决又怎么解释呢？当时皮卡丘已经可以放电了，但还不是照样输。所以 BW 整体的收视率这么低也是有原因的，毕竟一开播就给观众一个这样的惊吓。最后我要说一下，新人训练家也要有新人训练家样子，那么欠美干嘛？好了，那么今天分享就到这了，喜欢我的话就请关注吧，我是傻皮，咱们下期见。